Hello， 我是那個大叔，很高興又來到我的遊戲頻道。今天繼續帶來全軍破敵戰錘3的對戰影片哦。看到這個兇狠的角色，沒有錯，這個領主就是現存最可怕的領主白矮人。據說他是現存最強的矮人戰士，應該吧。我也只是看看一些野史的，不過他的賬面上面數值確實很不錯，而且還有這個永不潰散，我喜歡。我們看一下他這邊的能力哦，他有帶閃光彈，然後還有這一個提升破甲傷害加 50%， 非常可怕。然後閃光彈一丟，他想打誰就想打誰。他閃光彈減緩速度是 60% 哦。減速 60%， 基本上沒有人可以跑得掉的。好，我們這邊先暫停一下，感覺要開戰了。我們這邊先暫停，看一下我方這邊的配兵。首先，正前面放了2隊雷鳴槍手，然後放了矮人勇士，總共帶了3隊。那後面放的是長鬚戰士精英版本以及鐵錘勇士精英版本，那左右也是擺了2隊的屠夫保護這2隊加農炮。那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。外面還放了一支巨龍屠夫英雄單位，也是針對對方的騎兵啊。如果对方騎兵要衝過來，他這種反大破甲的非常可怕。我們看一下這一次的對手是蜥蜴人。我們看一下對方的組合哦。首先最前面已經看到了霸王龍已經要衝下來要咬人了，還有凶蠻等蜥以及凶蠻三角龍這幾個單位都準備衝上去了。而且三角龍我覺得算是蠻划算的單位，雖然說它會狂暴，但是它便宜啊。它的護甲有超過100，而且它的速度其實也不算慢，士氣也算還可以。只能說以它的價格來講，我覺得這真的沒什麼好挑的，它真的算還不錯的單位。好，這是我最不喜歡的單位之一，克洛西哥。他針對這些步兵單位有着非常恐怖的摧毀能力。然後他的士氣其實也不差，然後加上他護甲也高，這個我真的很怕，非常討厭。好，這邊是刺刀獸獵殺團精英版本，這個是非常可怕的遠程單位，而且它的模組數量16人哦，這個傷害輸出非常可觀。然後這邊是宏觀靈犀。不過它的模組好像不見了，它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卡在地底了。這個模組顯示的數量絕對不正常。然後這邊還有一隊蜥蜴人長矛兵，也是比較基礎的單位。然後這邊就是精英版本的，能力更強。然後這邊還有一隊凶蠻等蜥，我們看一下最後面這邊盔甲龍。這個算是炮兵單位了，因為它的攻擊距離240，我覺得勉勉強強可以算炮兵。畢竟蜥蜴人攻擊距離有如此遠的單位，真的算很少，真的沒幾個。然後這邊有一個變色龍前行者，這個感覺就不是說很好的單位。我的意思說，出這個單位感覺就是要做一些壞事的。那最後我們看一下對方的領主是野獸系的。野獸系如果是我的話，我本身會常帶就只有那3個招式而已，因為那3個真好用。好了，我们來進入決鬥吧。首先對方在上高地，然後一口氣開始大部隊的壓境哦。不過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，對方準備要衝下來了。這時候應該是在雷鳴槍手的火線了。好，開始射擊。我們看一下雷鳴槍手可以造成多少傷害。
感覺還是不太夠。好，閃光彈丟下去，然後白矮人直接往前，不行，被撞飛。啊，矮人真的是沒辦法，要撞人還反被撞。然後這邊兇蠻冷息衝了上來，但是好險，矮人勇士有擋住。這時候就是雷鳴槍手要趕快往旁邊撤，要拉走。好，這邊放了一個法術，看來應該是放逐之光，而且放得不錯。我方的矮人勇士已經殘廢了，這個矮人勇士基本上是沒了。好，克洛西哥看來剛剛有被擊火，這個血量一定是被雷鳴槍手點了，不然正常來講他不可能扣血這麼快。如果是步兵交戰的話，哦，這一炮下來，屠夫受到不少的傷害。更正。那這邊我方的英雄單位非常危險啊，是被圍剿狀況，而且這些不是大型單位，所以這個英雄是打他們是沒有加成的。然後這邊又兇蠻冷息衝了上來，不過被屠夫給抓住了。那兇蠻冷息是騎兵，就是大型單位，遇到屠夫就只能乖乖的被斬殺。我們稍微看一下，他的扣血速度非常的快。然後第二队屠夫又衝了上来，不過這邊有遇到危險。沒錯，雷鳴槍手剛好被三角龍撞了一下，直接頂飛出去。但是三角龍血量也非常的少，也舉了白旗投降了。好，剛好看到一發加農炮過去，不過好像沒打中目標。然後這邊雷鳴槍手在更換陣型，準備要擊火下個單位啦。這個時候這邊就是射不到的地方，他們這邊旁邊會全部啞火。這邊應該是在操作這裡啊，因為沒有想到變色龍會突然出現。屠夫打他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加成，很危險。然後這時候克洛西哥又衝了上來，做了一個夾擊，非常好。這隊屠夫非常危險，這兩隊屠夫都非常危險。然後我派了一隊這個單位鐵錘勇士過來，但是鐵錘勇士似乎被其他東西給抓到，好像是兇蠻冷息。現在這邊戰況就非常的焦灼了。不過好消息是，屠夫是永不會散，所以他不會第一時間跑開，他沒有士氣這個問題。那我這邊雷鳴槍手在攻擊對方的霸王龍，霸王龍打算又要回來了。好，這邊已經大家都擠成一坨了。面對着這些純步兵的話，屠夫打他們是非常棘手的，基本上屠夫是沒什麼還擊能力。好，克洛西哥剛剛走了又回來，不過這時候我們的白矮人衝了上來，準備從後面做一個斬殺。好，變色龍前行者終於走了，然後兇蠻冷息也承受不住，也跑了。那長矛兵也走掉了，那這邊基本上就算是安全解放了。不過炮架還在，但是人走了，那這挺炮就沒辦法做事了。好，這邊來看一下，克洛西哥還有2個模組，更正，還有5個模組在這邊。哇，他這個攻擊非常可怕，而且他高矮人算3個身體嗎？頂子高非常多。哦，加農炮射擊，直接應聲倒地，漂亮。那後面基本上就是一蜂擁而上啊，大家是全部衝上去。好，克洛西哥也跑了，太陽盔甲龍最後也被圍剿。那我們來看一下，基本上对方因為沒有這種炮兵單位，雖然說盔甲龍已經有200多的攻擊距，但是在加農炮的眼裡，真的還是不夠，所以讓我方前期有着算是巨大優勢，而且總共是帶了2組加農炮，總共有4門大炮，4門大炮這樣子輪流轟炸下來，如果你衝的速度不夠快，其實
一剛開始在移動的過程中就很容易，像剛剛那樣子受到非常多的創傷。然後雷鳴槍手為什麼剛剛會先擺在最前面？應該就有看到為什麼？因為雷鳴槍手這種那種拿槍的兵，他們會主動不會發動攻擊，就是如果我方他正前面有我方單位，他並不會發動攻擊，所以很容易去啞火。但是啞火就算了 ，AI 也不會說去繞路之類的，不會，他就只會傻傻在原地。所以像這種槍手非常適合在雙方交戰以前擺在隊伍最前面，然後集火一輪，沒有錯，大概一輪就可以了。一輪過後就準備要往後退，或者是你後面的近戰單位就要上來，要開始做接戰了。你要開火到2輪，除非是閃光彈有定到，或者是那個符文有放到，那你就可以貪心一點，集火2輪。畢竟2輪跟1輪那個傷害差非常多。不過我只能說，如果要集火2輪，還可以安全的離開，那個技術我覺得真蠻高的，那個要花非常多的心思在練。好。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內容了。如果喜歡的影片，幫我點讚，並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個大叔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